热闹的婚礼现场，台下的宾客们起哄让新人亲一个。穿着婚纱的姑娘眼里带着羞涩，傅艳里一只手扣住她的后脑勺，一点点加深这个吻。我失神地望着台上激情拥吻的两人。傅艳里的好兄弟转头看见了我，慌乱地喊了声嫂子。下一秒，原本热闹的气氛瞬间安静下来。我朝着傅艳里走过去，小姑娘笨拙地试图往她身后藏。傅艳里脸上丝毫没有被未婚妻抓包的窘迫感，她戏谑地将身后的小姑娘搂在怀里，轻挑眉梢。舒月闹着要和我结婚，你放心，我们没领证，傅太太只会是你。我和傅艳里青梅竹马，一起长大，毕业后就在两家大人的安排下订婚了。他在圈子里是出了名的爱玩，女朋友不间断的换，让我丢尽颜面。我淡淡一笑，从包里拿出一个四四方方的锦盒，这是傅家传给儿媳妇的手镯，还给你。傅艳里接过去，拿在手里把玩，略带嘲讽地笑了笑。这次为了让我分手，都把镯子拿出来了。我没错过他眼底浓浓的不相信。傅艳里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的订婚作废，以后男婚女嫁，各不相干。傅艳里当场变了脸色，姜糖，你再说一遍。他身旁的好兄弟眼看事情要闹大，赶紧站出来。嫂子，你消消气，这场婚礼不算数的，傅哥就是玩玩，真正结婚的人肯定是你。目睹未婚夫和别的女人结婚这样一场大戏，我不哭不闹，平静地转身离开。傅哥，你赶紧去追嫂子吧。傅艳里十分笃定道。有什么好追的？以前又不是没有过这种事，过几天她就乖乖回来了。你以前也没闹这么大啊。是个女人，都接受不了心爱的人和别人结婚，我劝你最好还是去看看。傅艳里看了眼门外的方向，漆黑的眸子浅眯着。林书月突然拽了拽她的衣服，我能看看这镯子吗？离开婚礼现场，我给闺蜜宋宋打了个电话，约着去酒吧喝2杯。她到的时候，看到2个已经空了的红酒瓶，心中了然。怎么了这是？又和傅艳里吵架了？她这次是找了个明星还是女大学生？听到这个名字，我心里像针扎一样的疼。她今天结婚了。听完来龙去脉后，宋宋抄起酒瓶子就要去砸死那个渣男。你早就应该把人给甩了，我给你拉了个群，里面都是咱们这个圈子里最优质的男性，你慢慢看。手机突然滴滴滴的响个不停，我看了眼，1分钟不到的功夫就有30多个人加我。我去趟洗手间。走廊里，一个男人穿着和这里格格不入的西装，衬衣领口随意松开了几颗扣子。他靠在墙上抽烟，看上去有些不好招惹。许是察觉到我的目光，他皱眉看过来。秦楚，他怎么在这？我走过去，淡笑，秦总，借根烟。他挑挑眉，你不是和傅艳里在一起后化身乖乖女了吗？不怕他知道你抽烟了？我没说话，他凑过来，用十分欠揍的语气说，听说他今天给别的女人办了场正式婚礼，你和他这是分手了？我直接上手去摸烟和打火机，娴熟的点燃后，轻轻吐出一口烟雾，似笑非笑道，秦楚，今晚去我家。四目相对，成年人之间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。秦楚捏着香烟掐灭，轻笑。我突然想起他是圈内出了名的不近女色，刚要开口解释说玩笑而已，没想到他竟然答应了。秦楚用我的指纹解锁，下一秒将我抵在门边，大掌扣住我的后脑勺，直接就吻。姜糖，你属狗的。轻点咬。我微微皱眉，你能不能别说话了？这个时候你要做的是让我说不出话来。整整1夜，秦楚身体力行的让我知道了什么叫祸从口出。直到清晨我才睡着，偏偏手机响了。我睁不开眼，就这么伸出手，没有方向的在床上摸索。身旁传来一声轻笑，秦楚找到手机，看到是傅艳里谈的视频后，脸色立马变得阴沉。他把手机递给我，替我将被子盖到锁骨那。我按了接听，勉强睁着睡意朦胧的眼睛。傅艳里笑得淡漠，昨天你不是说男婚女嫁各不相干吗？怎么不到1天时间你就去找我妈说舒月的不好？谁去找你妈了？你神经病吧？大清早的来我这里发什么疯？一张嘴，我整个愣住了，嘶哑的要命。傅艳里疑惑地问，你感冒了？我笑了笑，装什么不懂。他意识到我话里的意思，突然拔高声音凑近手机，你在哪？现在和谁在一起？傅先生，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，我在哪，和谁在一起，都和你无关。我累得实在没力气说话，
直接挂了视频。酒吧里，傅艳丽脸色难看。傅哥，姜糖把你电话挂了，他该不会是真的铁了心要解除婚约吧？怎么可能？这都是威胁傅哥的老招数了，真要解除婚约，他能舍得？这一看就是在演戏，装成和别的男人在一起，刺激你吃醋，想让你先忍不住去找他，这种招数都烂大街了还用。众人哄笑，傅艳丽的脸色这才勉强好了点，原本的睡意被这通电话扰得清醒了几分。我不悦皱眉，秦楚看在眼里，那个傅艳丽有什么好的？婚前就玩了那么花，婚后也不可能只守着你一个人，她配不上你。我疑惑抬头，秦楚拿起床头柜上的烟盒，敲出一根点燃，神情突然认真起来。要说联姻，秦家不比傅家差。秦总想说什么？秦楚扫了我一眼。我知道你一直想拿下东区开发那个项目，可只凭你自己，拿下来的难度不小。如果我们两个结婚，一起合作，就会容易得多。我这会儿已经完全清醒过来了，按照秦氏的能力，完全可以独自拿下来，干嘛要和我分一杯羹？可能我不想让你白嫖。我嘴角忍不住扯了两下，思索几秒，主动伸出右手。合作愉快。40分钟后，我和秦楚走出民政局，看着手里的红本本，还有种云里雾里的感觉。走吧。啊，现在就去见客户。秦楚抬手拍了拍我的头发，哑然失笑。度蜜月。我们换好潜水设备，沉浸在蔚蓝的海水中，感受大海的神秘与美丽。漂亮的珊瑚以及伸手就能触碰到的鱼群。秦楚和我比划了一个手势，示意我跟上。下潜到一定地方，仰头望去，就是一片海底星空。上岸后，工作人员告诉我手机一直响。我打开手机，几十条信息弹出来。江小姐你好，我是 DK 婚纱店的店长，请问您什么时候有时间来试婚纱？江小姐你好，我是婚礼策划的负责人，您喜欢什么样的鲜花？到时候我们好空运过来。梁小姐你好，傅先生在我们店给您订购了一款钻戒，您什么时候有时间过来试一下？如果尺寸不合适，还可以调整。婚纱、鲜花、戒指，越看我眉头皱得越紧。我手机号被曝光了。这个时候，手机又响了。我看了眼手机屏幕，上面显示着傅艳丽的来电提醒。喂，他上来就是质问的语气。你去哪里了？给你打了这么多电话也不接，公司那边说你请了1个月的假。我去哪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别忘了咱们已经分手了。傅艳丽不以为意，反而还笑了出来。你不就是因为我给林书月办了一场婚礼才和我闹脾气吗？我也给你办一场，你应该收到信息和电话了吧？你看看喜欢什么样的婚纱和现场，直接和他们说，他们会给你安排好的。我感到无语，你是不是有病？虽然看不到他的表情，但我也能够想象到傅艳丽听到我这句话时候的表情。姜糖，你因为婚礼闹脾气，我现在答应给你补办一场婚礼，你还想怎样？闹脾气没够了是吧？我可告诉你，机会只有这一次。你要是不想结婚，就一辈子都别结婚了。傅艳丽永远都是这样，只要他给你个台阶，你如果不及时接住，那就一定是你的错。你个神经病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别给我打电话了。你愿意和谁结婚就和谁结婚。傅艳丽在手机那头一直说了3个好字。姜糖，我给你机会了，这是你自己拒绝的，你可别后悔。有病。秦楚换好衣服，傅艳丽的电话。我吸了口气。他以为我生气是因一场婚礼，所以想着也要给我办一场。我当初是怎么瞎了眼看上这个男人的？秦楚笑了笑，没接话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我们去冰岛看了神秘的蓝冰洞，在土耳其坐了热气球。回国那天，宋宋约我出去，我用遮瑕铺了好几层都盖不住所鼓出的痕迹，只能从衣柜里找了条丝巾系在脖子上。他刚坐下就猛灌了2杯酒，气死我了。傅艳丽简直就是疯了，她包下京城所有大厦的电子屏幕，让1线明星给那个叫什么林书月的录制生日祝福，还要循环播放1个月。她有没有考虑过你的感受？我端着酒杯平和出声，我结婚了。宋宋一开始还不相信，直到看到结婚证后。秦楚，他不是出了名的不近女色吗？你是怎么把他拿下的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傅艳丽跟他压根就没有可比性。我真想看看他得知你和秦楚结婚的表情。他一扫刚才的怒气，这是得好好庆祝一下，今晚我请客。宋宋酒量不好，
几瓶酒下去就晕头转向的。我放下酒杯，你老实在这里，我出去给你点杯醒酒茶。走廊上，我碰到了陆泽，他殷勤地凑过来，嫂子，你来了，傅哥他们在6号包厢。我和傅艳里已经没关系了，以后喊我名字就行，你们玩得开心。陆泽只当我还没消气，那件事确实是傅哥做的过分了，你就给他一个当面道歉的机会吧。我们在6号包厢，我先过去，嫂子，你一会过来啊？要回3号包厢就得经过6号包厢。听到熟悉的声音，我站在门口，透过门缝隙看过去。傅艳里慵懒地靠在沙发上，衬衣扣子松散地解开好几颗，林书月嘴唇红肿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傅哥，我刚在门口碰见嫂子了，我就说她还是放不下你的，没想到姜糖这次竟然能坚持这么久不联系你，也就1个月而已，这不听说傅哥给别的女人过生日，还是忍不了过来了。傅艳里面色冷淡，谁让他来的？我们已经分手了。差不多得了，这还是姜糖头一次这么久不联系你吧？小心闹大，收不了场。是啊，傅哥，我觉得你赶紧让这女的走吧，免得一会嫂子又生气。傅艳里侧眸看着身旁乖巧的林书月，她低着头，声音柔弱，傅总，今天是我的生日。我摸着系在脖子上的丝巾，摘下来推门进去，所有人的视线同时看过来，脖子上的痕迹过于明显，哪怕是在酒吧这种昏暗的光线下，傅艳里还是看到。她噌的一下站起来，眯着眼睛，你脖子上是什么？想到昨晚秦楚像疯狗一样在我身上留痕迹，我笑着说，吻痕。傅艳里抬脚踹向一旁的桌子，眼底的阴翳显而易见。谁干的？姜糖，你真背着我出去找男人是吧？谁干的和你有关系吗？傅艳里，一个合格的前任应该和死了一样。他冷笑道，姜糖，我以后要是再联系你一次，我他妈是狗。宋宋喝了醒酒茶，问我你怎么去了那么长时间，我都差点出去找你了。听到隔壁包厢传来砸东西的声音，去处理了一件事，要不以后总有苍蝇围着转，也挺烦的。走吧。我们2个都喝了酒，就喊了代驾。没过多久，和傅艳里结婚的那个女大学生毕业，进入了娱乐圈，小有成就后，竟然顾水军在姜氏集团官方账号下评论，傅总对舒月姐真的不一样，愿意为了她举办一场盛世婚礼。别说婚礼了，傅总送粉钻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。我劝某人还是好聚好散，别死皮赖脸占着傅总未婚妻的名分，不被爱的那个人才是小三，成全傅总和舒月姐能死吗？助理将平板拿给我看，姜总，是不是把引导舆论的评论都删除？去查查林书月的黑料给狗仔，然后通知和姜氏有合作的传媒公司，不准给他任何资源。好的，姜总，我马上去办。如果傅总那边要插手呢？不用管他，你把我交代你的事情完成就可以。1个小时后，林书月的评论区就沦陷了。你一个小三，偷偷摸摸的躲在背后也就算了，怎么还敢光明正大的去挑衅原主呢？我和林书月是同班同学，她表面看起来乖巧的不行，实际上她仗着家里有钱，在学校里带头霸凌我，我手臂上有很多她烫出来的伤疤，她还抢了本该属于选择的奖项。原来她上学的时候就是这种人，我是林书月的替身。她在剧组除了那种必须要露脸的拍摄，其余的全部都是让我上。可以说几十场戏，她连1/3都拍不到，剩下的要么靠替身，要么靠后期修图。我是林书月的助理，有一场戏需要下水捡东西，他嫌弃水太脏，硬是让工作人员去买的矿泉水，然后才肯下水。只能说，我给1线明星当助理都没有这么累过。我觉得最可恶的就是傅艳里，几天换一个女朋友，这种男人早就该原地去世了。傅哥，你那小女朋友的电话你不接？她现在都快被网友骂死了。姜糖还是那个性格，除了你以外，对所有人都是有仇必报。傅艳里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他问，姜糖这几天又给你们打电话吗？众人见状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，没有。你这是故意捧林书月，好让他去刺激姜糖。我看你这个算盘可是打错了，你和林书月的事传得沸沸扬扬，姜糖有给你打过一个电话。傅哥，你要是真想刚和姜糖在一起，就先服个软打个电话呗，又没有什么损失，万一被别人捷足先登，那可就随便他，他想分手就分，我又不差他这个女朋友。晚上我收到宋宋的信息，对了，那天晚上忘了说，圈子里都传秦楚喜欢男人来着，
他那啥行吗？我看到信息莫名想笑，还没来得及回复，头顶投下来一片暗色。喜欢男人。我抬起头，对上秦楚似笑非笑的目光。今晚试试，我到底行不行？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人已经在床上了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喝了酒的原因，我发觉脸颊格外烫人，欲念到顶时，我低头一口咬在他肩膀上。窗外大雨倾盆，屋内暧昧丛生。放在床头柜的手机不知疲倦地响着。结束一次，秦楚拿过看了眼。赴宴里的，要接吗？我目光泛红，摇头。糖糖，他像个狗皮膏药一样粘着你不放，我心里难受。那你接吧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竟然从他眼底读出得逞的意思。电话刚一接听，赴宴里醉醺醺的声音传来：姜糖，我喝多了，你来接我。这几天我都闹得这么疯了，你怎么都不来管我了？秦楚轻嗤：是我。手机那头安静几秒，接着就听见赴宴里咬牙开口：秦楚，你要不要脸，竟然当小三？我们是合法夫妻，倒是你，半夜给我老婆打电话做什么？不可能。他突然又放低语气：糖糖，你来接我好不好？我们不闹了。我强撑着精神：赴宴里，我今天已经和你说得很清楚了，你只是我的前任而已。秦楚满意的挑眉，不给对方说话的机会，直接挂了电话。另一边，酒吧里，赴宴里自从挂了电话就维持着一个动作。我看这次姜糖八成是真的不回头了。其实也不能怪他，傅哥这几年确实玩得太过分了，偷偷谈也就算了，你每一次都要弄出很大的动静，不说你和林书月结婚，就是上一个小明星你直接送戒指，再上一个秘书被你宠的直接去姜氏集团闹，我要是姜糖早就不要你了，根本等不到现在。行了，别说了，分就分了吧，反正你也不喜欢姜糖。傅艳里没说话，拿起车钥匙就走，身后的人追都追不上。他喝酒了不能开车，完了，看不见人影了，估计是去找姜糖去了。现在秦楚也在那，岂不是要打起来的节奏？姜糖，我想发朋友圈。此时的秦楚和平日里判若两人，太他妈的勾人了。我鬼使神差的就点了头。刚发1分钟，圈子里捧场的人不少。屁的，恭喜，终于得偿所愿了。不过姜糖知道你惦记他这么多年吗？卧槽，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？这不是副总的未婚妻吗？什么情况？恭喜，恭喜！秦楚咬着烟回了几条，就去浴室洗澡去了。听到楼下急促的敲门声，我把被子盖在头上，想装作没听到，可偏偏敲门声越来越重，一副不开门不罢休的样子。我穿着黑色吊带睡裙下楼，猜到楼下敲门的人是谁，我从柜子里拿出结婚证。我打开门，脸上还有未曾褪尽的潮红。赴宴里被雨水浇透。糖糖，我以后不胡闹了，我们和好吧。我当时没想那么多，只是觉得一场婚礼而已，又不会对你傅太太的位置造成威胁，所以才会同意。我浑身无力倚靠着门框，把手里结婚证给他看了一眼。我领证了，就差结婚。等我们办婚礼那天，一定请副总来喝喜酒。秦楚只下身裹了条浴巾，从楼上下来，搂着我的腰。傅宴里抬手就是一拳，我拿你当兄弟，你竟然惦记姜糖。秦楚抓着他的衣领还了一拳。你自己做了多少混账事，难道不清楚吗？他忍了你5年，这5年你是一步步把他逼走的。两人你来我往，谁也不让谁。傅宴里站在雨中，眼眶湿润。糖糖，我喝醉了，你给我煮碗醒酒汤好不好？秦楚骂了句脏话，砰的一声摔上门。他将我抵在门上，外面就是傅宴里疯狂敲门声。糖糖，咱们什么时候结婚？我想要个名分。你们当时订婚的时候办得那么盛大，我们的结婚我要更好。我踮起脚尖，在他唇角落下一吻。好。隔天，我接到陆泽的电话。傅宴里昨晚回去的时候，开车撞在了护栏上，车前面全部报废，好在人没有伤到性命，现在在住院。骚，姜糖，你能不能来看看他？他现在不吃不喝，也不配合医生吃药，非要见到你不行。你有几个号码？对方一愣，就这一个。我挂了，直接拉黑。傅宴里出事不找他父母，不找现女友，找我这个已经结婚的前未婚妻做什么？陆泽把黑屏的手机给他看。傅哥，姜糖他是真的不要你了，现在把我的号码也拉黑了。傅宴里漆黑的眸底盯着聊天框，什么话也不说。后来趁着没人的时候，直接离开了医院。最近我忙着东区开发那个项目，
这天回公寓拿文件，竟然看见傅艳里坐在小区楼下的花坛那，还穿着病号服。他看见我走过来，小心翼翼地喊了声糖糖。我疲惫地按了按眉心，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或许是生病的原因，他看起来有几分虚弱。秦楚是故意的，他早就惦记上你了，他就是想让我们分手，然后他趁虚而入。你还记得上学那会儿，有人在你书包里塞情书，你很生气的是吗？那个人就是秦楚。什么？上学时候的秦楚高冷的不成样子，大家只敢在背后悄悄讨论两句，没人敢凑上去要联系方式。我书包里的情书竟然是秦楚放进去的，他就是嫉妒我和你订婚了，才会故意陷害我。所以你的意思是他逼着你和那些女明星、大学生谈恋爱的，是他逼着你举办婚礼的。傅艳里垂眸，不接这个话题。糖糖，我昨晚淋雨发烧了，现在难受得很，我能不能上楼去喝杯水？不行，我已经结婚了。我拿出手机拨通了傅伯母的电话。好，好，好，伯母马上过去。他来了之后，恨铁不成钢的给了他一巴掌。你还在这里丢人现眼做什么？你自己看看之前做的那些事。我都没脸见糖糖的父母了，还不赶紧走？伯母，我一会儿还有几个重要的会议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你去忙吧，我马上就把这个臭小子弄走。我礼貌地点点头，转身离开。没想到我回来的时候，傅艳里还坐在这里。他穿着单薄的病号服，来往经过的人都是忍不住看过去。他无所谓的就这么盯着小区门口，看到我的车开进来，立马站起来。我深呼吸一口气，不想管他。在我往前走的时候，他拦住我，拿出我还回去的锦盒。这个手镯我从来都没想过要把它给别人，你收回去好不好？我笑了笑，打开手机找到一张照片，正是林书月带着这枚手镯发的自拍。傅艳里连忙解释，这是那天你走了，他说想要看看我才给他的，他就只是试戴了一下而已。我不想和他废话，甩开他的手上楼。秦楚回来的时候，我在楼上看到两人说了几句话，下一秒就打了起来。我赶紧下楼。秦楚，你又比我好到哪里去？你敢不敢把你做的那些事都告诉姜糖？我会出轨也有你的手段在里面吧？东区那个项目根本就是你给他设的一个计。去你妈的合作！糖糖，你千万不要被他给骗了。秦楚紧张地看了我一眼，我牵起他的手，十指相扣，把手里的喜糖递给傅艳里。下月初8是我和秦楚结婚的日子，欢迎你来喝喜酒。回来房间，秦楚依旧心不在焉，我还是第一次见他这样。他解释，傅艳里有些话说的是真的，东区那个项目我知道你想要，所以就故意用他当做幌子和你结婚。他会出轨，也是我在酒局上示意经理将他喜欢的那类女孩带到他面前。我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，我很会算计人心。傅艳里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心里清楚，就算没有你，婚后过不了多久，他也会腻了那种生活，和我提出各过各的。秦楚愣住，你不怪我？我轻笑，当然不怪你，因为我也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嫁给你的，只有小姑娘才会只考虑爱情。我看着秦楚紧绷的神经渐渐放松下来。东区项目顺利动工，我和秦楚的婚礼也在筹备中了。这天，我正纠结喜糖要全部用巧克力，还是各种各样的糖块搭配着来。手机弹来您的好友正在直播，我疑惑地点进去。傅艳里狼狈地跪在地上，膝盖处的裤子隐约能看见破了。他一步一跪，对不起，姜糖。跪一步，说一句。我想起我们刚恋爱那会，他说如果有一天我负了你，就一步一跪到吴崂山。看到这么颠的一幕，我沉默1分钟，赶紧拿出手机给他打电话。傅艳里不接，弹幕疯狂刷屏，毕竟能够看傅氏集团总裁丑态的时候不多。迟来的深情比草贱，现在装出这副样子有什么用？之前不是几天就换一个女朋友吗？灭妻一时爽，追妻火葬场。前些日子还和女明星打得火热，现在又想起未婚妻的好了。虽说是傅总出轨在先，但不得不说，傅总这颜值就算放在娱乐圈也是数1数2的。我3观跟着5官走，姜总就原谅他吧。楼上是真的没有3观，那我在这里祝你长得帅的男朋友经常出轨。姜糖现在的老公比傅总帅多了，8块腹肌。你看过？我自己想象出来的。我看着视频里拒接电话的男人，吴崂山真要一步一跪上去，起码得1天1夜。最主要的是，太丢人了。
他嘴里一直说着对不起姜糖。陆泽打来电话，姜糖，虽然说富哥对不起你，但他现在还发着烧，身体还没有恢复，你就算可怜可怜他，给他打一个电话好不好？你有功夫给我打电话，不如带几个人过去，直接把他打晕带回医院。傅艳里就这样一步一跪，不在乎别人的眼光，不接任何人的电话，不听任何人的劝。陆泽他们去了也没办法，只能任由他这样做。傅艳里到第二天晚上才登顶，他也因为体力不支晕过去，被医生抬了下去。我接到傅伯母的电话时，正和我妈在一起敲定婚礼细节。伯母，糖糖啊，伯母真的没有脸来找你，但是艳里现在就想见你一面，我们谁说话都不行。我妈示意我把电话给她。南竹啊，我闺女现在要结婚了，去见你儿子怕是不太方便，要不这样吧，我让我女婿去跑一趟，他们之前都认识，又是好兄弟，说不定就能管用。傅伯母叹了口气，哎，要是秦楚那孩子来了，估计更能刺激到他，还是算了吧。不会的，古人云，以毒攻毒，就这么说定了啊，我一会就让秦楚过去。医院里，我在病房外面等着。傅艳里见到秦楚，那是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。秦楚，我没想到竟然被你算计了。从第一个女明星开始，我就走进你设的局里，再也出不去了。你自己管不住那1亩3分地，能怪谁？那也是因为你处处算计，没有你的算计，我和糖糖走不到这一步。外面的栀子花开了，我出去转了一圈，没听他们接下来的谈话内容，不知道秦楚和他说了什么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傅艳里倒是没有出现在我面前，倒是见了几次面的林书月。姐姐，我能和你聊聊吗？她说话的时候一直低着头，声音很小，很难把她和顾水军在公司官方号下面骂我的人联想到一起。林书月低着头，手指不停地缠在一起，许久都没有说话。就在我等不了要起身离开的时候，她才开口，我怀孕了。我喝了口咖啡接话，林小姐来找我是什么意思呢？你肚子里的孩子总不会是我的吧？林书月目瞪口呆地抬起头，孩子是傅总的，可是他不想要这个孩子，你能不能帮我去劝劝他？我可以什么都不要，我也可以把他之前送给我的东西全部都还回去，只要他可以让我生下这个孩子。林小姐，你找错人了，我一个前未婚妻没有理由去找他说这种事，而且你也不用在我面前装出这副样子来。孩子和傅艳里给你的那些东西比起来，谁更重要？显然你是知道的。林书月突然跪在地上，可是他现在心里眼里都是你，如果没有你的话，他或许会让我生下这个孩子。他身边的朋友都说我是例外，也只有我可以让他和我结婚，不是吗？他曾经还送给我一枚戒指，说明他也是动了想娶我的心思的。傅艳里的例外太多了，很多人倒曾经得到过他的例外。林小姐，除了你的那枚粉钻值点钱，另一枚戒指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很多人都得到了一模一样的。林书月不敢相信，不可能，你在骗我。所有人都说我是待在他身边时间最长的人，你一定是在骗我。傅艳里有给你承诺过这枚戒指只给你一个人吗？林书月张了张嘴，却发现无法辩驳。你瞧，他连应付你都不愿意。林书月还想再说些什么，我打断他的话。林小姐，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出现在我面前，也不要再来公司找我，因为我们真的不熟。乔助理，送客。小乔把人送走后，敲门进来。江总，你别听那个林书月胡说八道，他肚子里的孩子根本就不是傅总的。我朋友说他自从被公司雪藏后，就想方设法的想要重新签约公司，其中用了些什么办法。不用我说，你应该也知道。我抬头看向小乔，东区项目后续你继续跟进，至于无关紧要的事情就别和我汇报了。结婚那天风和日丽，圈子里的朋友都到场了。恭喜恭喜啊，本来以为你会和艳里结婚，没想到今天是糖糖结婚的日子，你在这里胡说八道些什么呢？我看秦楚比那傅艳里不知道强了多少倍。宋宋早就看傅艳里不顺眼了，今天这种结婚的场合，他更是不愿意听到有人提起这个名字。对不住对不住，你看我这嘴。我笑了笑，没在意，先去坐下吧，一会婚礼要开始了。婚礼现场布置成了中式风格，震撼庄重。嫁衣是秦楚特意请人制作的，华丽的外衣绣满金色凤凰，头上戴着凤冠，两边垂着金流苏，凤冠霞帔搭在肩上，两姓联姻，一堂缔约，良缘永结，匹配同称。
仪式结束，我换上敬酒服。陆泽将赴宴里从无劳山求来的佛珠送给我。现在傅哥后悔的要命，要是能重来一次，他说绝对会好好珍惜你。陆泽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，没注意到秦楚难看的脸色。我笑着将两人分开。忙了一天，回家我就躺在床上，秦楚替我脱衣服。浴室里，后背抵在冰凉的墙壁上，水雾模糊了我和秦楚的目光。他勾着我的腰，不等我回过神来，密密麻麻的吻已经落下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衷心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